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这句话大家生活中应该经常会听到。那么，狗为什么要咬吕洞宾呢？其实啊，狗咬是个人名，是苟且的苟，然后一个木一个日，那个咬。狗咬呢，他是吕洞宾的同乡好友，他少年时刻家境十分的贫寒，于是呢就借住在吕洞宾的家里。有一天呢，吕洞宾家里来了一位姓林的客人，看见狗咬一表人才，读书用功，便对吕洞宾说：“吕先生，我想把愚昧许配给狗咬，你看如何呀？”吕洞宾怕耽误了狗咬的前程，便连忙推脱。但狗咬知道后呢，便动了心，就对吕洞宾表示同意这门亲事。吕洞宾说：“林小姐貌美贤惠，贤弟既然主意已定，我也就不阻拦了。不过成亲之后呢，我要先陪新娘子3宿。”这狗咬一听啊，不禁一愣，但是思前想后，还是咬牙坚持了。狗咬成亲这天呢，吕洞宾是喜气洋洋，但狗咬呢却无脸见人，干脆躲到一边不见面。到了晚上，洞房里新娘子是头盖红纱，依床而坐。这时呢，吕洞宾闯进屋来，也不说话，只管坐在窗前灯下埋头读书。林小姐等到半夜啊，见丈夫还在读书，只好自己合衣睡觉。天明醒来，丈夫早已不见，一连3夜都是这样，可苦坏了林小姐。狗咬好不容易熬过了3天，刚进洞房，见新娘子正伤心落泪，连忙上前赔礼。林小姐只管低着头哭着说：“郎君为何3天不同眠，只对灯读书？天黑而来，天明而去。”这一问啊，问的狗咬是目瞪口呆，半天他才醒悟过来，双脚一跺，仰天大笑。原来是哥哥怕我贪欢，忘了读书啊，用此法来激励我。哥哥这番用心，可谓太狠心了。林小姐被狗咬说的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说明经过，夫妻俩才双双欢喜起来，起身说道：“吕兄此恩，我们将来一定报答他。”几年以后呢，狗咬果然金榜题名，做了大官。夫妻俩呢，与吕洞宾一家洒泪而别，赴任去了。一晃8年过去了。这年夏天，吕家不慎失了大火，偌大的一份家产化成了一堆灰烬。吕洞宾只好把残留的破砖烂瓦搭建了一间茅草屋，和妻小在里面躲风躲雨，日子过得呀是十分艰难。夫妻2个呢就商量，决定去找狗咬帮忙。吕洞宾一路上是历经了千辛万苦，终于找到了狗咬府上。狗咬对吕洞宾家遭遇大火的事情非常的同情，并且热情招待他，但他就是不提帮忙的事情。连住了1个多月，狗咬1分钱也没有给吕洞宾。吕洞宾以为啊他忘恩负义，一气之下就回了家。吕洞宾回家一看，原来家里盖了新房，很是奇怪。刚要迈进家门，却见大门2旁贴着白纸，才知道家中死了人。他大吃一惊，慌忙走进屋内，只见屋内挺着一口棺材，妻子正在披麻戴孝，嚎啕大哭。吕洞宾愣了半天，才轻轻叫了一声娘子。娘子回头一看，大吃一惊，颤颤抖抖地问道：“你是人还是鬼呀？”吕洞宾更觉得诧异了，问：“娘子何出此言？我好好的回来了，如何是鬼呢？”娘子端详了好久，才认出是吕洞宾，说：“吓死我了！原来吕洞宾走后不久，就有一帮人来帮他盖房子，盖完房子就走了。前天中午又有一大帮人抬着一口棺材就进来了，说吕洞宾在狗咬家病死了。”吕洞宾一听，知道是狗咬玩的把戏，气得抄起一把大斧头，把棺材劈成了2半。只见里面全是金银珠宝，并且上面还有一封信，写道：“狗咬不是负新郎，怒送金银加盖房。你让我妻守空房，我让你妻哭断肠。”吕洞宾看完信后啊，如梦初醒，他苦笑一声：“贤弟啊，你这一帮可帮得我好苦啊！”从此呢，吕狗2家倍加亲热了。这就是俗话常说的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因为狗咬和狗咬同音，传来传去就变成了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又要结束了，下期再见。